刚一路进入那个零的领域，真的哈，领域展开哈，领域展开。现在我们来报瓦数，好150， 170，那为什么我也要？简单一句啊，全车太纤维。你看他的笑容，他刚刚都不一样，快超近了。但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，大盘上去完全没有电，所以他就是用这个磁吸的接点的方式去供它的电，所以。大家早安，我是单车小 D， 我现在来到的是黄花东的现场，没有错，我们今天又来尬掐了，不是，今天不是来尬掐，今天是要来开心参加我们连续2天的黄花东赛事。那总共的 K 数呢是365K，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们今天要开箱全台最轻，还有最贵，还有什么？快点！捷安特电扶车就是前面这一台，摄影书这一台多少钱，26万8，没有错，我们这一台电扶车26万8千块，是我们目前这几位我们 VB 战队目前最贵的一台车。这台电扶车的名字非常的长，叫做 Avail Advance E Plus Elite。哇塞，那个哪一国人啊？这名字这么长，13个一节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成员，就是我们的 VB 战队，江江。问一下，你们就是都有骑过黄花东吗？有，对，他们都有骑过黄花东，不过你们有骑过26万8千块的电扶车参加黄花东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问一下我们 VB 战队的成员，最新款的电扶车，他们在意的什么东西？来，我在意的是它的续航力，可不可以让我撑完这场赛事？尤其在爬坡的时候，它的耗电量是怎么样？电扶车就是怕它突然骑停下来，没有动力了。然后它的重量，我觉得在没电的时候，我想要知道一下，到底会不会很难骑的。讲到了就它的重量，我们这一台Leaf的电扶车它总共多重呢？据说最轻的是12.8公斤。好，那就是刚刚我们队友讲到了，就是说，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？里程焦虑。对，就是我们的里程焦虑，要是没有电怎么办？好，不过不用担心，你看看，就是我们今天只要骑电扶车的 VB 队友们，就必须要背这个重量。对，就骑电扶车该死的概念也不是，就是你们带电嘛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对，反正 anyway 呢，我们要骑电扶车的人就是要背这样子的重量，然后去骑。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 VB 战队就帮你们实测啦。好，来补充一下，这是它内建电池400瓦小时嘛，那水壶增程电池是200瓦小时啊，所以我们就看一路骑到挂完，再用增程电池，我们能不能骑完这个170公里第一天的黄花东比赛？没错，那这个电池它是什么品牌呢 ？Panasonic 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就是电器用品的那个品牌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嘛。对，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Go！ 抓人超多，很危险哦。摄影书骑电扶车超爽的。我们今天约法3章，团进团出哦。起点团进，然后终点团出。没有团进团出，晚餐那个赞助1000块。那我先把1000块拿出来。OK 的，电扶车爽的。你现在开几段？1段。摄影书开1段就可以活嘞。我有在练车的好吗？速度一路都4540几，吓死人了！好惊人的风压！爬坡要来了。我们进入跳浪，这个时候这里大家就开始冲刺。300多瓦，太赞了！以为他在后面，结果他在前面帮我抽300瓦。刚一路进入那个零的领域，真的哈，领域展开哈，领域展开，对，你就喷出去啊，很帅哎，真的。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报瓦数。好，150、170、200。为什么你有这么重吗？为什么？200瓦。好，我们这个不重点，重点是骑电扶车的摄影书。对。吉蛙。那为什么我也要180？我170，而且我开1档哦。重点就是感觉上，以我接近70公斤来讲，要跟队友骑一起来开1档，就跟我平常练车是差不多的啦。因为你刚刚也180瓦，1档不太够用了。1档只能跟车友差不多的功率前进而已。基本上要开到2档，对，才能抵消
那个会有的摧残。我这样跟你们要220瓦啊？真的吗？220到240。250了。哦，瓦数怎么开这么高？电扶车开始啊！电扶车开始啊！我们现在人是在哪里？番薯寮。我们是费尽那个千辛万苦上来。那摄影师讲一下你的感受。虽然有爽，但是我怕那个电力不够，因为我们现在第一段叫做一路骑到挂嘛，然后我刚才只开一档，单开一档发现我要用200多瓦在爬坡。这瓦数比较高，主要几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们大部分的人辅车，大部分大概就7点多公斤吧，顶多8公斤，了不起。就目前是12.8公斤啊。讲13公斤好了。13公斤，对。然后再来还有人本身的重量。有肥子。好，那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轻，就是接近13公斤好了。为什么？据说有5大重点：全车碳纤维材质啊，第2个是碳纤维前叉，第3个是碳纤维座管，第4个碳纤维的把手，碳纤维把手，最后一个是碳纤的轮组 SLR1。简单一句啊，全车碳纤维哦，所以降到了接近13公斤。对。你现在感觉体感怎么样？非常轻松。说实在，我车一档真的没有很轻松，一档很有练。一档非常有列车感。对，因为互相抵消。对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买了也是可以那个啦，还是可以练车，还是可以练车的。又来了，遇到坡大开工期的时候，我又要开到大概220、250瓦。才可以跟上队友，看前面没有良心的。来，又是美景啊！来花东每次骑车实在快啊，每次欣赏美景，很赞。有台电扶车，这样轻轻松松骑也是不错。来 ，BB 战队！早餐没有吃是不是？Insecurities that made you do those things to me, but I'm not here to forgive you. I'm here to forget you. 等一下，后面快掉光。奶好。阿鲁巴每次爬坡就300多瓦。对啊，可以不要爬坡就偷开嘛。他我们找的机会可以偷开。来，我们那个北回归线到了，我们等一下队友。来。我们现在 VB 战队合体，来 ，Davis 觉得怎么样啊 ，Davis？ 这强度太强了，都是阿鲁爸爸在带好吗？那现在来分享一下，现在我们在北回归线，那你的电量还剩多少？我刚好剩50%，现在应该是69公里，这样有可能可以骑多少？140哦，有机会骑140。VB 战队 Go Go！ 8点40几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是不离不弃。我们抵达了哪里？八仙洞的补给点。对，补给点。然后这里是写是吃午餐哦。好的，现在来爽一下，爽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就是冰镇的，这是我们的蔓越莓汁，超爽。我们现在累积公里数大概几 K？目前70，来问一下大家感受好了，觉得怎么样？今天我带学生来骑 ，David， 对啊，对，他很猛哦，年轻人，对，终究是年轻人，真的，他超猛，哪里？他开300瓦，他在我旁边，我吓一跳，跳浪啊！我们后来就发现说，还好他后来就往后退了，他继续往前我们就爆了，再往前我们就爆，肯定爆。一开始只是先吓你们而已。我刚刚和爸爸发现，我们不是第一次来那个黄花东，可是我们第一次进来吃午餐。对啊，第一次吃东西耶。其实不错哎，是自助餐哎。你平常都什么时候吃东西？到终点啊！一枪到终点。对。然后或是身上像驼兽一样背满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轻量化，什么都没背。对啊，什么都没。对啊，没有。对啊。就只有水壶2罐而已。水壶2罐是为了不要上救护车。我们为了让我们全员就是可以怎样合力一起进终点，对，而且还全员无伤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一个仪式，就是我们要交换我骑我们的电扶车。你骑不了电扶车了啊？快跟他说拜拜吧。我还没爽够哎。好，那首先就是要换的是谁？
是你的学生，我的学生，很棒，好不好？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换，你不知道等一下才是最难的吗？等一下那个酷赛干嘛的，样样来。对你有信心可以骑人虎车吗？是不是很久没骑人虎车了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因为我们的 David 他是第一次，这辈子第一次骑啊。我们现在来教学一下。好，哦，这个就是那个，你可以看到你的电量大概是剩3格，大概剩60%。你看到这个是助力，助力的话现在是 auto， 然后你按一下它就会往上，现在可能3、4、5，哦，然后再循环就变成1、0、1。你看到它没有那个，它没有其他的按钮可以加跟减，那怎么办呢？它下面有按钮。哪里？隐藏的吗？隐藏的，你看摸一下，这个有个按钮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一套系统呢，我们利福的这一台车，它是那个 Force， 对不对 S-Run Force 的变速系统。嘿，那你的车是什么变速系统Shimano 的。Shimano 的，所以不一样。记得 S-Run 变速好像跟 Shimano 不太一样。忘记了。S-Run 变速，像有一个什么神秘口诀，来，左边变轻，右边变重，两边一起按就变大小盘。现在还剩多少电量？现在剩44%，然后我们的距离现在我这个是少了7公里，所以现在应该是75左右。 75。对，然后它预估还有50公里。一直让摄影师帮你们测，就是这台车，我觉得实在太不公平。我们要让就是其他车友哈，需要的车友就得试试看，而且呢，在崩溃的时候哦，最会好好的体验这台车。好了，一个重要仪式啊，交接要负责背东西。这两边里面是什么？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鞋子？它是 Shimano 的。好了，你的卡带是什么？我的卡带是 Look 的。换鞋啊！速度要快，现在地板烫。速度要快，脚过去，来一脚换一脚。一脚换一个，白痴死了！哎，要水要换吗？水要，水要换，水要换。你是不是也换成人虎车了？载人配赛车。加油好吗 ？BB 战队，我们换车仪式结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出发，我们的路还很长，还有大概100K。100K 好。对。好 ，Go！ 毕竟我们 David 是这辈子第一次骑，要问一下目前感受如何？我觉得非常的舒适。紧凑。对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坡，你现在助力多少？助力2。哇，你都不会喘呢，我已经在喘了。哇，没办法，我们要追上他。结论就是今天要弱一点比较好，比较有办法骑到那台车。我们电扶车很大，功用就是可以破风。定速巡还有跨规了，一遇到山坡它就喷走了。你开几段？刚开一段。一段走那么快？摄影师好可怜。糟糕，原来 David 是骑得比他好。感觉如何？是有如神助一般啊！对啊，快哦，应该快40吧。你看他的笑容，他刚刚都不一样。如果我下单要单听一件事情是都没有朋友。对，感谢帮忙带，超帅的。快抽筋了！对啊，在史玉快车再锤了。你要时不时记得看看我们回头，例如说现在，你有没有看？差很远。好，这一段爬坡爬完了。爬完了。来，刚那一段真的看起来真有够虐，但是我用1踩上来 ，OK 吗？轻松松，也是轻轻松松的。好，现在是花莲的帅哥，花莲的在地车队来帮我破风，建议。我们现在已经累积的公里数是已经到115K 了，我们还是继续爆干骑当中，然后我们的电扶车利福还活着吗？看一下，来，还活着，太开心。那目前的那个电力还剩下几趴？现在剩下18%。18%，那你目前有什么感受？18%？我觉得还可以继续骑。那它会有那种给你电力会减弱的感觉吗？一点点。
一点点。那你刚刚大部分都在用，就是1和2在一起。对，那用1，然后刚最后一个上坡用2，用2。是那时候的推力就觉得没有像刚一开始那么多，怎么感觉这样？我今天是不是骑不到了？可恶！好，我们继续 go。路上啊！哎呀各位，我现在是在东河的 Seven， 我的队友 VB 战队好像有些人不行了，就是我们的 Swimming 他有点抽筋 ，David 不知道为什么他有时候会落队，然后赛一输，整体全身都不舒服。我现在就买了这一大袋去救他们。Hello， 好，我们帮忙拿嘛。对啊，来救你们了。我本以为过8就会复活了，可是现在怎样？过蛮久了，就等一下电扶车大概就是非你莫属了。对，我就是被电扶车搞不好，就忽快忽慢，然后爬坡就攻，爬坡就攻。所以我们是被电扶车拉爆，因为电扶车给我们全部见血。我们现在累积了142K， 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一台电扶车太强了，目前还活着，还剩多少？5%，5公里，还剩5公里。好，没关系，这5公里持续了很久，所以等下请他爆干冲，反正就是想办法把它冲完。追逐他的人就派我们 VB 战队最强的陆爸爸来这里。麻烦跟住他，有没有信心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普通。现在在都兰镇，对，然后结束追击。各位，我们的 VB 战队，我们现在人在哪里？在杜立警察局。对，我们为什么在这边？是因为做错什么事吗？没有。原因是因为我们Leaf这一台电扶车目前怎么样？没电了。目前我们停在这里是144吗？对，144公里，145了。你们可以想象是144减145，真的超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官方显示100吧。其他感觉觉得怎么样？最后面那5%的时候，我们开 auto 下去，然后一踩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有点有力没力的感觉。对，要死不活啊。对，在平路还是有，然后那时候刚好一个上坡，一上坡上去，一上坡就挂了。对，因为我在那之前我的上坡都是大盘上去，哦，都是大盘上去。对，但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，大盘上去完全没有电，他没办法供电。然后后来 David 才要把它切成小盘，然后他就冲不上去，可冲完之后他就挂了嘛。过了这段平路之后就没了，然后就突然就没了。哦，而且突然就公里数就变0，对，瞬间心跳，然后电量就从3%、2%变0%，然后就0。好，来问一下阿路爸爸，你刚刚就是在追逐的过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因为他非常兴奋，他觉得 unbelievable， 真是太神奇了。没有在平路出去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加给他的力量蛮大的，很大，是瞬间拉开，大概有到370、380的那种网速，大概持续的大概会在10秒左右，但是还是跟不太上。后来我有跟上的时候是在爬坡的时候，他那时候电机可能已经没有办法电那么多了。那可是后来他在爬山换成小盘，有爬上去有出力的状态下的话，也没那么多力量，也没那么多，然后其实是完全是可以咬得住的，有点出我意料以外，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电扶车是爬坡的时候出力比较强，对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马达是75牛顿米的哈，那就可以看，就是有没有我们电扶车的中心就是在心脏在这边呐。好，然后再来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还有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在于它是贯穿轴的设计。那因为这个就跟我们一般碟刹公路车是一样的，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它转下来。应该松了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拔起来看看，有没有？它就是贯穿轴的设计，就是这一根。如果是一般我们的设计，就要开始拔线干嘛的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样不拔线。好 ，Go。所以它就是用这个磁吸的接点的方式去供它的电，所以就不会有那个接线的部分。其实我觉得是蛮聪明的一个设计，也让我们就是使用电扶车的人就是方便很多。我们刚刚分享了我们的电机，对不对？现在它没有电，正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就是下一个仪式，就是我们要告诉你们，它即便没有电，
还是可以骑，因为它是双盘嘛，所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，它没电的时候，高手骑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就跟在他后面，来，说不定我们还是被他拉爆啊！那真是羞愧。放一下电啊，卢爸爸都没练到，只好这样了。你今天心跳没超过100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啦。他现在追击 Auto， 出发放电啊，卢爸爸。哦，刚刚骑上来，感觉了一下，腿好短啊。现在我们右边是阿鲁爸爸，目前0%是13公斤的公路车。你看看，他也是在帮我们破风。妈，有够强，人强什么车都可以啊！214瓦，看，阿鲁爸爸他很强哎，根本没差。以后没电扶车给他骑啊，黑公子飙车就这概念。现在的状况下，这种设定，这握下巴比较舒服了。太重，没有错，重真的是他的硬伤。然后爸爸刚刚会说，我们 VB 战队都在后面，没有，后面就我一个人，真的，我后面没有人的，你看，扯吧，他根本不用换那么好的车啊，我觉得 U-Bike 来这里就好了。很像在骑一台坦克的那种感觉。坦克，对，因为车重嘛，它的反应没有到很灵敏，因为车还是太重。对。那轮组呢？这个轮组是 SLR。骑起来算是很舒适的，嘿，对，然后对地面的一些窟窿的反应会非常平稳的过去，它就是可以游刃而解这样，就是顺顺的可以就可以过去。那我们这个它的胎是多宽？28，对，所以很舒服。好了，所以结论就是很舒服啦，好不好？这台车，即便没有电也是不错，还不错，对。好，当然有电是最好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帅的地方，叫神鹰哨的公车站牌。因为刚刚阿鲁爸爸就是已经放电完毕了哈，就是目前已经累积里程数是155K， 我们爬了大概1200左右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它现在没电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有电呢？对，你以为我们会这样一路就是淋着回去 ？No， 我告诉你，电扶车 UB 的电是什么呢？就叫增程电池。已经挂在这上面的这颗电池，好，你这个是不是有一条线要插住？对，就是插到这里。对，先开，然后再按一下这个，哎，然后它就会启动了。OK， 好。那即将体验人是谁？江江。终于换我了。对，听说我只有5K 可以骑。不会。现在有个问题，怎样？助力，我们好像把它耗到太快，没有了。所以它现在助力也加不上去了。哇！我们增程电池开了以后，看起来4095可以骑4095，对啊，快点不有，可以横跨从那个亚洲骑到欧洲去。所以现在骑到这台就算倒霉。好，那我们还是换阿鲁爸爸骑好了。结论就是，你们真的还是不要把它超到0，就是把增程电池乖乖的插上，因为当它在20%，当原本400瓦小时那一颗电池，它在20%，它自动就会用增程电池的电。现在因为我们这个400瓦小时归0了，它会不会就是它的最低值了？就叫你不要再搞了。对，不要再搞了，讲完不听。好，那现在这一台就是又是13公斤的人扶车，对，那我们就原封不动再交给阿鲁爸爸继续骑。太瞎了，怎么会变这样？She's more than perfect, she's not the type to go play a part. She came and killed my whole life, and just like Mike Tyson, now I'm here seeing stars. I could take all of my time, just trying to describe. 各位，我们现在人是在黄花洞的第2天，你没有看错，我们不是很快的完成，我们是集体 DNF 了。那为什么集体 DNF 呢？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因为昨天发生了地震嘛，那我们的苏花公路那边就是发生了土石流，那我们在座啊，各位通都是那个身经百战的那个公司的精英哈，我们不可能回不去工作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为了就是安全，我们就是决定，我们就是 DNF 哈，先把车开回花莲。所以我们就是在赶路的过程中哈，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昨天骑完这一台就是全台最轻哦，还有我们就是也算是最贵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也算是什么最漂亮的一台电扶车。先问一下就是 Swimming 好了，就是骑乘的感受不对，昨天他完全没有骑乘到。好。
再来是来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环节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讲再多都没用，重点是这一台我们利福的电辅车268000块，你会买吗？来，摄影书，毕竟车是帮你借的。168000我觉得有点高贵了，但是以我们这种稍微工作努力一阵子来讲，268000有喜欢想要出去爬一下，又不想被发现，勉强 OK 啦，还是有点贵是我的问题啊，不是他的问题啊。几个重点，摄影书的条件背景下，我们归纳出来，第一个，这个一定要多金嘛。对，就是钱足够，没有什么问题。钱不是问题。对，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，曾经热血过，现在不太行。对，来摄影师来讲。金钱的力量让他堕落。对，啊我觉得这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来阿鲁爸爸也来讲一下，就是阿鲁爸爸是医生嘛，那是不是有时候工作忙，难免会没办法训练？没办法训练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想要跟朋友一起出去骑？就是想要跟车队，如果不要差异太大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阿鲁爸爸也算有练到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也是可以练到。例如说真的有力的时候，你就给他关电源，就会像阿鲁爸爸骑乘的那个状况一样。大家都想骑，你看，所以他做的好不好，肯定有他的优点。对，大家不会抢着说，什么车换我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他可以重拾那个骑乘的自信心。有没有？当你发现旁边的人都离你远去的时候，有莫名的爽感。好啦，以上大概就是我们针对这一台利福最新款的电辅车的分享。那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欢迎底下留言啊！我们知道的就是会回答你，我们不知道要帮你问厂商，好不好？让他们回答你。来，我们 BB 战队跟大家说一下再见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